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拍视频呢，像我这种手工视频需要找很多的素材嘛。今天我要去网上找，看看它包有没有新款哈，有意思的。找到了这么一款包，这个包啊挺好的，别看它小，它容量挺大的。最有意思的呢，包盖是这样子的哈。大家知不知道这款包多少钱？我先卖个关子哈，咱们看到最后，看看这个包到底值不值得一做。首先和大家说的是咱们这个包的铺棉尺寸哈，这铺棉呢需要2份，高度呢25厘米，宽度18厘米。然后我们需要呢进行一个剪裁哈，这个材料呢，这儿呢是画一个半圆，那半圆的直径呢是18厘米，就是和这条边是一样的哈。这儿呢打掉2个角，剪裁好的铺棉呢，我们把它烫在材料上边，那一份呢烫在面子上，一份呢烫在里子上，我们都是需要放1厘米的缝缝的。今天咱们包用到的材料呢，我橱窗里也有啊，这是一块防水的纯色面料，挺好用的，它能烫铺棉耐高温啊。这个材料呢是做包盖的，材料的长度呢是21厘米，宽度呢11厘米，材料呢是2份，然后我们需要一根21厘米长的拉链，我们把拉链呢夹在这2块材料的中间哈，我们这样子呢车一条线。翻到正面呢，我们再车一道窄边，窄边车好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在烫了铺棉的里子这片上面哈。我们这个毛边呢和这儿把它对齐，然后呢，在这个拉链的这条边上面，我们车一条线。这条线车好以后呢，我们剪一块21厘米的正方形哈，我们向下烫下来3厘米，然后把这个光边呢盖住这个拉链，这个位置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哈。还是刚才那个位置上再车一条线。这条线车好以后呢，咱们带盖上的小口袋哈就做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修剪一下哈，我们以着这个里子的这个一片呢，把它多余的剪掉。修剪好以后呢，我们在面子上固定2个低字扣哈，这2个低字扣呢，我已经装上了布条。那固定的位置呢是离这条边14厘米，这边呢装一个，这边呢也装一个哈，我们固定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做面子上的口袋哈，这是一块27厘米的正方形，我们把它对折，这儿呢是中心点，然后两边哈2厘米，我们把它折叠一下。那折叠的这个宽度呢是1.5厘米，我们这样折过来，然后呢我们把它固定一下哈。这边也是一样哈，折过来1.5厘米，向中间2个折子啊叠好以后呢，这儿是有1厘米的间隙哈，我们把这儿啊车一条窄边，带口的这条窄边呢就车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拿出烫了铺棉的面子材料，这儿呢是中心线哈，我们把这个带口的中心线和这个包口的底部的这中心线呢，咱把它对齐，然后呢底部这儿也是折2个褶子哈，向中心点折。那区别呢就是这儿有间隔1厘米的空隙，这儿呢是没有间隔的。然后我们车上这3条边，前后片面上的口袋呢，咱们就都做好了。那咱们还需要准备2份大小一样的里子材料。接下来呢，我来说一下侧边材料哈。铺棉尺寸的长度47厘米，中间这儿宽度是5厘米，两边的宽度呢是1厘米。然后我们放一个缝缝哈，里子一片，面子一片。然后啊，再准备一根拉链哈，这根拉链的长度呢是35厘米。我们把拉链的正面啊和面子的正面呢相对，两端把它们车在一起。侧边和拉链车好以后呢，接下来啊，我们把它和前后片的面子呢组合在一起。咱们车的时候啊，正面和正面相对，中心点呢对齐。同样的方法，咱们把里子呢也给做上哈。区别就是里子上呢是没有拉链的，那面子上呢是有拉链的。里子面子组合好以后呢，我们把面子翻到正面。然后把做好的里子呢搁进去，包口呢我们用长针法哈，把它给缝上。我们缝的时候也是从中间哈向2边缝。长针法呢我缝好了，那刚才忘记跟大家说了哈，在缝之前啊，我们把这个摁扣给钉上哈，这个摁扣的位置呢是在中心线上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包带哈。
材料呢长度1.6米，宽度呢4厘米。我在反面呢烫了60克的无纺衬。我们把两份材料的正面和正面相对哈，然后车住这2条线哈，留的缝缝呢是5毫米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车这么长的一根包带呢？到时候翻起来是非常费劲儿的哈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爸教我的小窍门哈。我们在车这包带的时候，在一端啊固定上一根织带哈。就是这儿的吧，车上。那这个织带的要求呢是不要全棉的、麻的那种材质的，摩擦力呢太大了，到时候翻起来还是不好翻。一定要是这种滑溜溜的哈材料。这种方法呢，做那种特别长的包带啊，比如说衣服上的腰带哈，都是非常方便的。朋友们呢可以试一试。包带翻到正面以后呢，两侧呢再车2毫米的窄边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把两端的前扣和日字扣啊给穿上。包带扣好以后呢，咱们这包啊就制作完成了。这个包呢也是有3种背法，大家在手书上面肯定看见过了哈。这个包的售价呢，我是3月8号他们搞活动嘛，580，那这也还是活动价呢，挺贵哈。咱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个玩玩？这期视频内容啊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